好，我们接着来玩喜欢打经济牌的德皇。在上一集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总算是把这个施莱歇尔给他弄上台了。接下来我们国策就可以走这个红色将军线了。在走这条线之前，我们还有一些事需要处理一下。首先是我们现在这个债务有点高啊，可能要点一下这些债务国策来削减。从决议里面来看的话，我们这个黑色星期一的牌还剩下5点健康，以及164的债务。之前看评论区说，这个通胀式武器是优先要点的，因为它给的这个卡投资值非常高。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去硬凑这些卡了，直接一张卡就能打赢这个牌局了。我之前国策研究的也不多，所以没有发现这个厉害的国策，基本上都是靠强行抽卡来过任务的。强行抽卡的坏处就是我们这个债务非常的高啊，听大伙说这个债务特别高的话，开战会吃一个 debuff。为了不吃这个 debuff， 我们接下来可能要把这边和债务有关的国策都点了，它能消不少债务的。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债务应该是能消完的吧。考虑到我们这个施莱歇尔已经上台了，我们就不用再去控这个努尔的热度了，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大力镇压给他点了。点完之后立刻结束掉这场内乱。为了防止红色派系做大，我们还是优先给这个西班牙派点志愿军，就是不知道帮他打赢了他能不能加入我的阵营啊。这边趁这个 AI 在这边吃饺子，我们也偷偷吃他一口饺子啊。只能说这个西班牙混战是真的精彩啊，每家都有一堆志愿军，那我们有的打了呀。这个西班牙王国是不是有点太菜了？我在这边帮他吃饺子，然后他又不停的送人头啊，这个我救不回来啊，怎么全被包了呀？这边中欧关税同盟恢复运作，我们启用了一个中欧同盟的机制，看这个样子有点像群星里面的星海一言堂啊。因为我们这个分数肯定是最高的，所以我们支持哪个议程，哪个议程就必然会成功啊。看了一下这6个议程好像都没啥用，就这个白嫖一个民工可能比较赚，其他的减什么消费品的它都是有时限的，而且时限非常短，加的东西也可有可无，那我们不如直接白嫖一个民工。努尔激斗应该可以顺利解决了，烈度已经为0了，我们能点这个结束莱茵南的紧急状态。感觉鲁尔的危机解决之后，我们这个稳定度应该很快就能拉上来了。看一下下面几个国策，这个是加10稳定，然后这个也能加10稳定啊。刚解决鲁尔危机，又来了一个皇室丑闻，说是有一个关于皇室的黑暗秘密，具体有多黑暗他也没说。因为有审查制度，所以大多数报纸肯定会出于尊重，不会公开诋毁霍亨索伦家族。但是近年来有许多不专业的小报媒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导致了这些不利于团结的消息溜到了公众面前。可惜的是，这个皇储根本不是什么流量明星啊，所以关于他的丑闻根本没人想知道根本扣不了我们多少。然后又来了一个红色将军与农村人民，这个事件是让我们给这个施莱歇尔选一下助手。然后下面这2伙人不同的点一个是可以用创造性的方法解决农业危机，另一个就是通过平衡地主、农民和工业的利益来解决问题。光从选项上面看根本看不出来，我们就随便选一个吧。为什么选这个格雷克，也是因为我们主打一个任人唯亲不是自己人不用它能给我们加这个基础设施建造速度，好像没啥用，因为我也懒得修基建。这边给我们解锁了一个农业危机的决议。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这个德国的精神还是挺多的，而且都是正面的 buff， 唯独就是这个农业政策给我们减了稳定度，我们现在随便点2个决议就能消除而且有一个决议竟然是免费的，直接给我们加50政治点，有点赚了。这边又出现了一个军队方向的事件，难道德国也搞军种对立吗？从事件可以看出，德国已经出现了3个陆军派系。首先改革派是这个汉斯·冯·塞克特思想的追随者，他们想建立一个集权的现代化的专业的陆军，对所有社会阶层开放，
并采用军种联合机械化作战。这个思想有点超前啊。第二个就是老禁卫军派啊，这些老牌建制派仅推崇精简现有的陆军架构。最后还有另一派啊，这个叫做什么投石党，他们希望建立一个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化的军队，以适应需要自上而下动员全国的总体战。这么一看的话，好像第一个派系比较猛，最后一个派系直接打总体战啊。这边好像已经规定了我们只能玩投石党人，而且我们要通过一些手段去增加控制力，这个待会儿再研究一下。这边收到一个消息啊，乌克兰起义失败，看样子啊，这个乌克兰还能继续做我们的盟友啊，不至于一下子变红。这边又成功帮西班牙包了一波，再包个几波应该就能打赢了。保加利亚这边的话，我决定还是集中一下兵力，先把这个最好打的塞尔维亚给他打出局吧。美国内战我先不着急帮，我现在有点忙不过来了，等这个工团做大了，我们再把它压制下去。波兰农民大起义选这个会使抗议者更加激进，那我选还是不选呢？先让他妥善处理一下吧。头一次听说德国还有反运河运动，他们担心这个莱茵河和易北河连接之后，廉价的进口粮食会压垮普鲁士的农村。然而市场这个东西谁也说不明白啊，这个匈牙利怎么突然离开了中欧同盟啊？好像他本来也不是中欧同盟的吧，他不是这个奥地利的小弟嘛。不过无所谓啊，应该这个奥地利很快就能解决了。为了防止工会一直在这边捣乱，我们最快速度把这个国策先点了，然后接下来可以先把这个工厂拿到手。但是他说德意志各邦国不会欢迎这项政策，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啊。一般来说，这个巴尔干战争打到一半他们会调停的，但是到现在都没有停止的意思啊。那我只能帮这个保加利亚把周围人全部杀完了呀。希腊后面也是没放部队的，那我们可以直接给他拿下了。这个巴伐利亚居然宣布我们的授权法无效，他是想独立了是吧？感觉这局有点不太顺利啊，怎么大家都打起来了？这个捷克又加入了贝尔格莱德条约，这是为什么？他凭什么能加入啊？我都快把这个贝约给他打死了，他还能进？这边应该是直接和平了，打了半天算是帮这个保加利亚打赢了，但是不知道他会不会报答我。这边又要对这个巴伐利亚的局势进行干预了，难道把他孤立的他就停止这个无理取闹了吗？怎么感觉这个奥地利要被周围一圈人给打死了？他一下子同时打这么多人，他打得过吗？不知道要不要去帮一下。算了，这个局面我们就帮优不帮劣吧。这个奥地利感觉帮了也救不起来，我们直接周围几个国家都发点志愿军吧。坏了，这个投票需要我们拿这个政治点数去换票数的呀，他这个一共要32票才能赢，绷不住了。这3个选项里面只有一个会屈服啊，还得不停的刷存档来试，有点难崩。我这个志愿军还没有派过去，他就直接投降了。然后捷克好像又变大了一圈啊，他们打完仗之后又突然想加入帝国公约，那就能来的都来吧，反正我也懒得打他们。看样子这个奥地利的毁灭还是非常有作用的，周围一圈小弟全部加入帝国公约了。这个波兰更离谱，他直接把这个加利西亚给吃了，一下子白嫖这么多地。好像奥地利的这个哈布斯堡直接就倒台了，现在又换了一个社民过来，周围其他一圈全部加入了我的阵营。这一下这个第三国际应该是彻底碰不动我了。既然奥地利都只剩这么一点了，那为何不来和我德奥合并一下呢？这个话刚说完，奥地利就寻求德国联统了，这把运气实在是有点太好了，看来接下来我们可以随便玩了。这局已经成了纯纯的爽局了，大德意志之梦已经成为现实，哈布斯堡家族已受邀加冕为奥地利大公，因此被要求交出皇位在这个霍亨索伦家族旗下俯首称臣，给我们加了5战之5稳定度，
我们现在工厂一下子飙升到了175啊，这才37年年底啊。虽然我还在铺这个民工，但是待会儿已经可以开始铺军工了。本来我还害怕这局船不够用，结果这个奥地利直接被我们合并了，他给我又刷了58条船出来啊，刷在了地中海里面。哎，这边还有好多船啊，我的天啊！这些船全部开回家，这下英国没法玩了呀。因为奥地利的突然加入，导致我们国内的政治环境也发生了变化，许多政党直接和奥地利的这些政党整合在一起了。具体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也不太清楚。但是这个社民和社保好像变多了，会不会威胁到我们统治就不知道了。总觉得这个 KR 里面的 AI 傻傻的，我一直在后面跑他地，他都没有反应的，所有部队全蹲在马德里这边。那我直接给他跑完好了。行动派总部位于柏林的月刊《行动》的编辑部，长期以来一直是施莱希尔政治愿景的坚定盟友。行动的目标是颠覆3月宪法秩序，并安排一位无党派的富有魅力的领导人，取左右两翼之精华，合成为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德国社会主义或民族社会主义。因而在知识分子的爱国青年圈子中极受欢迎。看来德国也是很喜欢这两个形态啊。根据主编的说法，所有现有的政党都受到了自由主义思潮的严重腐化，只有创造出全新的意识形态，才能将德国人民投入到与工团主义和萨文科夫主义的斗争中。萨文科夫主义又是什么概念啊？这个我就不太了解了。不过这个给我们一下子加了10%的支持率还是很有用的，我们这个支持率都快拉没了。解雇了2个写报纸的，然后给我们来了一个高级顾问。现在的俄罗斯还是萨文科夫主义吗？他这个是俄罗斯全军联盟，这个人已经加冕沙皇了呀，彼得4世。好，在争取到诸多小邦国的支持之后，巴伐利亚总算是失败了，把他这些给移除掉了，还给我们赚了一些点数啊。虽然没太看得懂这个中欧同盟的国策，但是好像可以吸血啊，可以给我们加工厂数量，应该是有一点作用的吧。这个事件就有一点点小难崩了。我们还没有着手去处理这个红色派系，结果他们自己就内斗了。这个极左指责民主战斗力不足，然后民主指责这个极左他们想分裂阵线。哎，随便他们去吧，这帮傻子自己就打起来了。哥达公爵接见英国意见人士，这个是想帮英国复国吗？他接见的还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子。坏了，这个黑色星期一的卡牌游戏我没怎么注意，他就直接自己完成了。但是我这个债务我还没消呢，我之前记得好像高于180会有不好的事，我们先给他把这个债务拉低一点吧，不知道现在拉有没有用啊。点个2次的话就只剩178了，不高于180应该没太多问题啊。不过如果这个黑色星期一结束的话，是不是代表我修这个民工的加速就没了？它这个建造速度加30%直接没了的话，还是有点伤的。接下来我们也没必要再修民工了，直接开始大规模铺军工吧。已经要准备开战了，38年了，大概40年中旬开战的话，还有2年发展时间。下面的国策就不知道该点什么了，感觉这边的用处都不是特别大。然后这个国策满足的条件不知道怎么达成。这边也没什么用了，先把这个扣我们陆军经验增长的给它点掉吧，不然的话我到现在经验值都没涨多少。到了38年的3月份，我们总算可以开这个部分动员了，这下我们就能开始狂铺军工了。这边黎德南又寻求加入帝国公约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把他们全部拉到这个中欧同盟里面来啊。虽然我已经通过了邀请的这个议程，但是没有找到邀请的选项在哪。我总算找到这个
邀请加入中欧同盟了，但是好像大伙都在中欧同盟里面啊，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这个德国的顾问实在是太难选择了，我们能用的只有2个格子，但是我现在手上的高手实在太多了，肯定是先把这个加军工建造速度的安排上，待会儿再把这个适宜人口给它换掉。我们可能需要换一个减这个装甲生产花费的，这样的话我们坦克也会用不完。这个版本的德国实在是太强了，我居然没有格子建建筑了，还好我们这个密集型工业快研究好了，估计到这个40年我们军工都要200个了。战争恐惧，居然有法国士兵闯入了德国领土啊！我们现在要实行一个战备法来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争。看一下决议里面这个战备法在哪儿啊？在这个政治行动里面，需要我们满足下列任意条件。哦，还有一些国策没有点，点完之后能给我们加150的政治点数，还是挺好的。我们现在还差一点战争支持度就可以改这个战神经济了。为了把这个支持度拉上来，我们直接给这个骑械员发一个军事顾问。我很好奇这个加拿大的海军是怎么跑过来挑衅我的，他这边也没有这个落脚点啊，我们几百艘船停在港口里面，他居然敢挑衅啊！原来他是来给我们送政治点数的，非常感谢啊，正好差点点数。可惜的是我们开不了战神经济啊，它这个是要在战时才可以开的，我忘了，我以为我们是这个黑色正体，这个是 KR 不是原版，是我想多了。不过我们现在可以改一下这个征兵法案了，或者再上几个顾问。那我们这边直接把原先的这个格雷克给它换成我们要的这个坦克部队倡导者啊，它能给我们减10%的生产花费，然后把我们的中坦设计一下。德皇的这个坦克是不是有点太便宜了？这个数据居然只要8.7块啊！那我们很快就能全军装上中坦了呀。等了一下经验值，然后把我们的这个中坦生产线安排上，全都用这个克虏伯吧。接下来应该不用再造这个枪了，枪已经用不完了。直接一口气108个厂开始生产中坦吧，估计很快我们就能全军变成装甲师了。之前看到一个机械化的生产减免，说不定我们还可以去玩机械化。这边意大利又爆发了内战，我不知道这种情况该帮谁啊。这边有一个伦巴第，还有一个威尼斯，正常的话应该是有一个需要奥地利帮的国家的，但是这局奥地利已经被我们吃了。所以接下来就只能看着他们打了，这个2西西里肯定是不会加入我的，所以就不多想了。这一局德国运营到39年的年初已经有了340个厂了，然后我们现在这个阵营也是特别的大，几乎周围全是盟友啊。这局我已经不知道怎么输了，感觉这个新版本 KR 的德皇还是有一点无脑的强，我们什么事都不用做，就在家里面造坦克都能把 AI 给淹死了。因为这集篇幅有限，我们就先录到这儿了。下一集给大家演示一下拳打工团啊，脚踢沙皇。